她本是雍容典雅的阔太太，却在去世之后被丈夫改造成保姆机器人，不仅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带新的女主人回家，还要为他们烧菜做饭。为了报复，她制造了一场车祸，终结了丈夫和儿子的生命。之后她被封印在这栋别墅里，直至这一家4口的到来。沉睡了50年的她再次苏醒过来。搬进来之前，老马知道这里装有智能系统，但毕竟荒废了50年，也并没有指望它能派上用场。怎料儿子小黑出于好奇启动了主机总闸，又顺手给机器人红姐接了几根电线。一开始红姐并没有什么反应，小黑以为它只是一台破旧到无法修复的机器人，便没有再放在心上。没想到深夜时分，趁着大家熟睡，红姐竟悄悄苏醒了过来。伴随着脑袋的显示屏上出现一个女人的脸，其他房间的显示屏也呈现出同一张脸，似乎这个家的每个角落都在她的监视和掌控之下。红姐巡视了家里的各个角落，看见路过的小老鼠时，轻蔑一笑碾压而过。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却恰恰证实了她邪恶的内心。对于不喜欢的东西，她会不择手段的消灭。很快，小女儿的尖叫声惊醒了大家，冲过去才发现是红姐来到了小女儿的床边。一家人对红姐的到来欣喜若狂，以为捡到了一个贴心保姆。但很快女主丽莎就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好比如她不让小女儿吃太多果酱，红姐便会自动打开冰箱，跟着孩子起哄要吃果酱。这种看似贴心的举动在丽莎看来，无疑是在挑衅她作为女主人的地位。不过这种小事丽莎并没有真正放在心上，毕竟在她眼里红姐只是一个服务型机器人，再怎么闹也不可能对家人造成什么伤害。只是一件突发事情的发生，不得不让她怀疑红姐别有用心。这天下午，丽莎独自在家游泳，同一时间红姐自作主张的在院子里除草，而她看到地上的石头却故意不避开。Yere düştü. Hemen ambulans çağırıyorum. 丽莎见自己并无大碍，便让红姐终止了呼救。事后她告诉老马，红姐可能有意想伤害自己。我上岸的时候，她还问我水温是否合适，她明明知道我站在那的，以她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石头会飞到我身上。可老马说他不是也给你拨打求救电话了吗？这证明他是关心你的，也许只是系统出错，并非有心伤害你。而老马不仅没将妻子的话放在心上，反倒对红姐的工作赞不绝口。晚上吃饭时，儿子说今天的晚餐特别好吃，老马说因为这是你奶奶的食谱，最主要的是有红姐帮忙削土豆皮。丽莎很诧异这家伙居然还会削皮。老马突然来了兴致说，红姐的手部器械是可以替换的，比如搅拌器、削皮刀等等，加上能自由转动的手臂，土豆1-2秒就被削干净了。丽莎看了眼柜子里的替换工具，心中不由担心了起来，这要是拿来攻击人类那还得了。而让她最担心的还不止这个，而是挑拨离间她和家人的关系。红姐监听到丽莎和老马的对话，得知丽莎并不想小女儿这个阶段参加歌唱表演，她便跑过去告诉小女儿，你妈妈不想你当大歌星，导致小女儿吃饭时跟丽莎闹脾气，以为丽莎不支持她的歌星梦，搞得丽莎不得不花时间哄小女儿。不过此刻她还不知道这是红姐挑起的矛盾，以为只是老马或者学校老师不小心说漏嘴。直至这晚收拾东西时，她发现了原房主的一盘底片。出于好奇，她翻看了原房主的照片，起初她还觉得挺有趣的，但渐渐的却发现了一个秘密，照片从未拍到女主人的正脸，有的只是半遮的侧脸，但从轮廓来看，这张脸似乎跟红姐长得一模一样。丽莎问红姐，这个女人是谁？你是依照她的样子制造的吗？红姐没有做出回应，表情却略显一丝悲伤，似乎是被丽莎说中了。此时切换到红姐的视角，她看见前女主人路过，端着果盘来到丈夫和儿子身边。也就在此刻，影片终于透露真相，原来前女主人的脸蛋和红姐长得一模一样。至于她为何会从真人变成机器人，后面的剧情将会慢慢揭露。丽莎见红姐没有回应，便关掉投影仪回房睡觉去了。而待丽莎离开之后，红姐又悄悄启动了投影仪，看着昔日的照片，她似乎回忆起了美好的时光，嘴角不自觉地抿了一下。但当看到这张4个人的照片时，她的表情突然变得狰狞起来，似乎里面有一个是她的仇人。所幸防火警报及时响起，一家4口得以快速逃到室外。没多久，红姐启动了灭火系统，大火并没有波及到其他房间。收拾残局时，丽莎向老马提起，照片里的女人跟机器人长得很像。老马不仅没听进去，而是反过来指责她没关好电器。对于丈夫的不信任，丽莎不想过多解释。可她不知道的是，这次的矛盾只是一个开端，在红姐日后的布局下，夫妻俩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甚至会波及他人的生命安全。隔天清晨，丽莎独自在家创作，好友突然来电慰问。聊天的过程中，丽莎提到一次被困在壁橱的经历，万万没想到这句话被红姐给记住了。做饭时，红姐问丽莎能否帮个忙，她够不到壁柜上的土豆。丽莎没有多想便走了进去，怎料下一秒红姐关上大门，将她锁在了里面。有幽闭恐惧的丽莎吓得大喊大叫，而红姐却悠然自得地吹着口哨，给手臂换上了一把切割器。所幸她要切的是干拌面包，而不是丽莎。不久后，老马回家发现了被困的丽莎。丽莎说是红姐将我反锁在里面的，老马却说怎么可能呢？门根本没锁，我一拧就开了。红姐还帮你叫了救护车，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这一刻，丽莎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装着前世记忆的机器人可不简单。冷静过后，丽莎又一次跟老马分析，因为聊电话时提到过被困的经历，红姐才会故意这么干的。由于4个月前丽莎的妹妹自杀离世，事后丽莎出现过轻微的精神状况，以至于老马无法相信她的话，而是反过来怀疑她精神又出了问题。没办法，丽莎只好独自调查真相。她打电话问房产中介，这里以前是否住着一个叫红姐的女人。中介说并没有这个女人，房子是一个叫霍斯特的男人建造的。丽莎来到城市资料库，翻查到了原主人霍斯特的资料。霍斯特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总兼研发专家，而他的妻子恰恰就叫红姐。红姐因重病在1972年12月离世，而在红姐去世后的第3个月，霍斯特和儿子死于车祸。没人知道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丽莎在看到报纸的照片后，内心不由震颤了一下，因为车祸现场就站着机器人红姐。为了说服丈夫，丽莎冒着大雨带老马走进后院的森林，来到霍斯特父子的坟前，并掏出当年的报纸给老马看。为什么机器人会出现在车祸现场？难道这不值得你有一丝怀疑吗？老马看了不敢置信的摇头。丽莎松了口气，丈夫终于相信了。怎料下一秒，老马灵魂拷问：你到底怎么了？我以为你已经从妹妹的事走出来了，没想到你变得越来越糟糕。摊上个这么蠢的丈夫也是无奈，丽莎只好泡个澡舒缓一下。怎料一睁眼就看到红姐站在面前。 Hers ve Peter benim ailemdi. Ama onları kaybettim. Bunun için yapabileceğim hiçbir şey yoktu. Ama bu bir daha başıma gelmeyecek. Finn, Juno ve David artık benim ailem. Artık burada sana yer yok. Duydun mu? David! Çabuk evimden defol git. Defol git. 丽莎被吓得大声尖叫，听闻动静的老马和儿子立即赶了过来。丽莎令儿子立即关掉红姐。小黑见状冲下地下室拉下了主机总闸。以红姐这种智商，难道她真的不知道暴露内心想法会有什么后果吗？只不过是她更清楚，没有人会相信丽莎罢了。事后丽莎问老马为何还不相信自己，老马说不是不想相信，而是你以前出现过精神问题，我只是担心你。此时小黑也走了过来说，阿姨刚走那会你在家里抓狂发疯，就跟今天一模一样，我也很担心妈妈精神再出问题。事到如今，丽莎也百口莫辩，只好依一家人的意宠起了红姐，并听从建议去看心理医生。然而这些看似妥协的举动，实际却是丽莎的缓兵之计。但她怎么也没料到，意外会来得如此之快。红姐就在这晚干了2件难以想象的坏事。因为小女儿明天就要参加歌唱比赛，她担心自己比不过对手。红姐说有一个能夺冠的绝招，但是你得答应我不能告诉别人。女孩点了点头。红姐说你今晚躲进爸妈的床底，底下藏着一些好东西，只要你带到舞台上就一定能夺冠。另一边，小黑因为跟队友闹矛盾，队友登门向小黑道歉，可小黑并没有领情，将队友送了回去。而就在队友步行离开时，红姐竟提着刀跟了上来。 Finn'i rahat bırak. Sakın bir daha oğlumun yanına yaklaşma. Oğlunun? 恰好此时丽莎在床底发现了一张红姐以前的照片，照片里红姐怀着大肚子，大儿子还依靠在肚子上面。丽莎问红姐你是不是怀过2胎？照片似乎刺激到了红姐，系统一时间陷入了混乱。至于红姐为何会认为队友伤害小黑，这还得从前世一段惨痛的经历说起。她的儿子皮特从小就喜欢花滑，但父亲霍斯特希望儿子踢球，并花重金让皮特进入足球队，这也导致皮特在球队里特别不受待见。红姐为了让儿子振作起来，鼓励他多跟队友们交流，并主动跟队友打招呼，让他们好好照顾皮特，却不曾想这样会害了儿子。这晚皮特就被队友给丢了回来。Peter, tatlım. 红姐这才意识到，儿子何止是不受待见这么简单，而是遭到了队友们欺凌。为了不让儿子再受伤害，红姐帮儿子申请离开足球队，可他们始终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皮特依旧会受到队友的威胁，以至于他这晚干了一件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Neredeydin? Çok merak ettim. Artık kurban değilim anne. Artık benimle alay edemeyecekler. Ne yaptın sen? 得知真相后，红姐大哭一场，但很快她又振作了起来。她要求儿子脱下所有衣物，丢进火炉里销毁证据，接着又连夜来到儿子所说的小木屋，在队友身上取下子弹头，最后一把火烧毁房子，毁尸灭迹。回家后，她将手枪擦干净放回到床底，而她指使小女儿去找的东西，正是藏在地板下的手枪。时间很快来到小女儿表演当天，小女儿一边唱着歌词“猎人会用步枪抓住你的”，一边从袋子里掏出了手枪。事后，警方在床底找到了藏着的几把手枪，庆幸的是能查到手枪是原主人霍斯特的，再加上子弹打偏了，并没有伤到其他人，警方也就没有对丽莎夫妇问责。不过学校的其他家长就没这么好说了，他们起义学校开除小女儿，丽莎不得已说出了妹妹的事。
当时她的妹妹也就是女儿的小姨，在女儿面前自杀身亡，这给年仅7岁的她打击很大。直至转到这家学校上学，丽莎才看到女儿脸上重现笑容。家长们听到女孩的经历后也不好为难这家人，只好答应不再开除她。本以为经历了这件事老马会学聪明点，却不曾想只要红姐略施小计就能将她蒙骗过去。 Juno'yu tek başına yatak odasına girerken gördüğünde neden bize haber vermedin? Oyun oynuyor zannettim. Yatağın altından bir silah aldığını görmedin mi yani? Yatağın altına saklandığını gördüm ama maalesef orada ne yaptığını göremedim. 另一边，丽莎问小女儿：“是不是红姐让你这么干的？”要知道，女儿答应过红姐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况且还是在红姐眼皮底下，她怎么可能说出真相呢？丽莎一时激动，使劲摇晃女儿，而这也给到红姐有机可乘。 David, Evet. Juno için endişeleniyorum. Samira ona karşı çok sert davranıyor. Silahı sana Cassandra gösterdi. Söylesene hadi. Söylesene, ben senin annenim. Bana doğruyu söylemek zorundasın. 老马冲进房，一把抱起女儿，眼里充满了对丽莎的不信任。而丽莎越是情绪激动，家人就越认为她在发神经。此时红姐还来一招以退为进，说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家庭服务，如果是我的存在让你们产生矛盾的话，那我甘愿就此消失。说罢，她自动关闭了系统，显得自己好像伟大牺牲了一般。但丽莎可不把这招苦肉计放在眼里，她恨不得红姐永远消失。为免夜长梦多，她关掉了主机，并拿工具撬下了开关，以免以后再有人重启红姐。然而丽莎还是低估了红姐的能力，她在不需要开关的情况下也能重启。由于这件事，小女儿在学校不受待见，没有同学肯跟她交朋友。为了能让女儿振作起来，丽莎托关系让书店老板带小孩过来玩。此时家里只有丽莎和2个小孩，她跟孩子玩起了躲猫猫。小女儿躲进了大篮子里，恍惚间她看到屏幕上的红姐一闪而过，表情还十分诡异。而另一个女孩则迟迟没找到地方躲藏。路过烤箱时，烤箱突然自己开了门。看着半开的烤箱，女孩灵机一动，将烤盘取出来放到桌子上，然后蜷缩着躲了进去。很快丽莎找到厨房，当看到桌子上的烤盘时，她就知道女孩躲在烤箱里面。但很快她便发现烤箱的门怎么打都打不开，同时加热管还莫名其妙越来越热。 Açamıyorum. Ne oluyor? Ne yaptın sen? Siktir. Çıkar beni Açıl. buradan. Açılsana. Açıl. Aç şunu. Yanıyorum. Çıkar beni buradan. Aç şunu. 不久后，女孩被消防员救出来，但皮肤却造成了2级烧伤。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丽莎，认为她是精神病发作，故意不放小孩出来。除了丽莎以外，没人知道这其实是家里那个50年前的保姆机器人干的，是她故意打开烤箱引导女孩进去，锁紧烤箱门和开启加热管都是她操控的。事到如今，丽莎也没过多解释，因为再解释也无人相信。当天她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如今家里只剩下老马和2孩子。女儿说她躲猫猫的时候看到过红姐闪烁了一下，接着小黑也说我的队友告诉我，那天晚上红姐跟他说我是他儿子，会不会妈妈说的都是真的呢？一切事情都是红姐干的。可老马并不相信孩子的话，他坚信妻子有病需要治疗。小黑不想跟他争辩，气冲冲起身离开，却不曾想一开门就看见红姐。 Şimdi yemeğini bitir. Nerede? Sizleri yeniden görmek çok güzel. 老马连忙起身想开门逃离，红姐见状打开了煤气管。如果你不回来坐好，大家都会有危险哦。无奈老马只好乖乖回到座位上。红姐自顾自地说起了前世的过往，老马却压根没有听进去，一脑门心思想着怎么带孩子出去。看到红姐转过身，他连忙举起凳子。红姐好像并不抗揍，2下子就当机了。老马让小黑带女儿先行离开，却没想到孩子刚走出厨房，大门就自动锁了起来。原来这家伙只是装死，为的是要将他们隔开。老马指着红姐脑袋说：“你不是他们的母亲。”可话音刚落，红姐便咔嚓一下剪掉了他的手指。这下老马终于老实了，只能乖乖听从红姐的安排。之后他们3人被分别关在了3个房间，就连手机也被红姐提前收走，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了。事到如今，老马不得不相信妻子之前说的，红姐的丈夫和儿子可能并非死于意外。 Onları sen öldürdün. Öyle değil mi? Kocanı, oğlunu. 那么红姐是否真的有谋杀丈夫和儿子呢？她自己又是怎样变成了机器人的呢？女人患绝症只剩下4个月生命，为了能永远陪伴丈夫和儿子，她要求丈夫在自己临死之前将意识转移到这台机器人身上。随着长长的针管扎进后脑勺，前半生的回忆被快速传送到主机。等她苏醒过来时，看到的是房子里各个角落的监控画面。这一刻，红姐彻彻底底变成了保姆机器人。霍斯特惊叹到：“实验成功了！”红姐也跟着兴奋起来。可她还不适应机器人的视角，没走几步便推倒了一个花瓶。但很快她就注意到了自己现在的容貌。她问丈夫为什么现在明明感到很疲惫，但脸蛋却一直保持笑容。
霍斯特说这样不好吗？你笑起来很有魅力。原来红姐每次悲伤和激动都在大笑是有原因的，是霍斯特希望她一直保持笑容，压根没在程序里编排悲伤的表情，顶多就是皱皱眉头。此时儿子皮特走了过来，红姐问他感觉怎么样，皮特一时无法接受母亲是个铁罐，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此时不识相的员工将红姐本体抬出来，皮特拦住他们，要求再看母亲一眼。然而红姐死前狰狞的表情却吓住了他，这一刻是他最后一次把母亲当人看待。往后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沉浸在过去的回忆。这天红姐问他今年圣诞节打算穿什么衣服，他却回对了一句：我都快成孤儿了，还过什么节？红姐温柔地问怎么了，皮特却说了一句最令他伤心的话3 ay önce benim annem öldü。不仅如此，丈夫也渐渐地改变了对她的态度。虽然她有着前世的记忆和意识，但始终是冷冰冰的机器人，抱起来硬邦邦、冷飕飕，毫无感觉。丈夫和儿子的态度让红姐非常失望，她为这个家牺牲了这么多，才短短3个月就开始嫌弃自己了。为了能留住丈夫和儿子的心，她的行为开始变得极端。霍斯特要出去打猎，红姐会锁紧大门不让其出去，并要求霍斯特整天陪着她。两父子就像人质一样关在家里，陪着红姐看电视。如果有女人打电话到家里来，她会毫不犹豫剪断电话线。这天霍斯特终究还是受够了，他关掉了主机的总闸，看着红姐一下子消失，皮特还是有些失落。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母亲，他指责父亲为何不问一下，就这样将母亲给关掉。 Bu şey artık senin annen değil。 然而霍斯特不知道的是，主机上的大电闸根本不是红姐的总闸。在主机还在安装的时候，红姐就料到可能会有被抛弃的一天，她要求工程师将总闸安装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只有她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死活。而这也解释了为何之前多次关掉总闸，红姐还是能随意复活。至于霍斯特的员工为何会如此听话，后面的剧情会有解释，因为当中还隐藏着另一个秘密。没有了红姐的监管，很快就有一女子提着一个婴儿上门。皮特问父亲为什么收留其他女人过夜呢？霍斯特说他不是其他女人，这个娃娃是你的弟弟。 Ciddi misin sen? Annem biliyor muydu? Dandini dandini dastan。 这晚霍斯特和女人聊起了皮特，霍斯特担心皮特不接受这个后妈，女人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红姐能为你们做的事，我一样能做到，况且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红姐早就悄悄苏醒了过来。女人想看看蛋糕烤好了没，不曾想项链卡在了烤架上，而烤架还自动往里拖拽。 此时红姐将婴儿车推下楼梯，幸好皮特经过接住了婴儿车。至于这个女人就惨了，半边脸被夹成了蛤蟆。趁着红姐还没杀疯，霍斯特连忙带着几人逃离别墅。一路上皮特不停地要求父亲掉头，说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霍斯特可不管这么多，毕竟保命要紧。 Arabayı durdur. Peter ne yapıyorsun? Hey! Baba! Dikkat et. Baba! 原来这场车祸真的是意外，并不是红姐精心策划的谋杀。不久后，红姐赶了上来，发现丈夫死在了车头盖，而儿子则飞出了几米远。皮特还尚有一口气，喊了一声妈妈后便没了呼吸，而悲痛的红姐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只能笑着大声尖叫。伴随着红姐绝望的尖叫，主机迸发出阵阵火花，红姐因情绪过激宕机了。随着镜头慢慢转移到烤箱，里面的灯光忽明忽暗。影片至此，导演又放出另一个悬念：一个小女孩在不停玩弄着开关，难道这就是红姐的总闸吗？而这个面容怪异的女孩又是谁呢？会不会是丽莎之前发现的红姐的二胎呢？为何她从未被这家人提起过呢？女人还有2个月就要生，丈夫却偏偏这个时候想看看宝宝是男是女。要知道那个年代还没有 B 超，这种矢量映像辐射比较大。红姐只觉肚子一阵刺痛，一掌推开了照灯。别小看这10几秒的辐射，它直接改变了红姐的下半生。几天后，红姐突然见红，肚子还伴随阵阵刺痛。夫妻俩冒着大雨赶往医院，可偏偏大风吹倒大树挡住了去路，没办法，红姐只能泡在温水里。霍斯特一边打求救电话，一边给红姐接生。庆幸的是，红姐扛下了这一劫，顺利诞下女婴。不过这个孩子长得很奇怪，脸蛋肿肿的，还布满血丝。霍斯特本身就不想要女孩，况且还长得这么丑，他索性向外公布2胎难产，将小女儿关在了小隔间里。而红姐当然是心疼孩子的，但她在这个家没什么地位，只能听从霍斯特的安排。直至几年后，她检查出癌症晚期，只剩下不到4个月生命。红姐问医生自己平时很注重养生，怎么会得这种病？医生反问她是否曾经曝光在辐射之下。这一刻，红姐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是拜丈夫所赐。那台机器是霍斯特公司研发的产品，作为科研专家，她不可能不知道有辐射。如果不是她执着要知道孩子的性别，女儿就不会是个怪胎，自己更不会患癌。而这也是红姐铁了心要当机器人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霍斯特不是好爸爸，照顾不好2个孩子。至于工程师为何会配合他将总闸安装在隐秘之处，其实是出于内疚，因为当时拿照灯的是他。时间线回到现在，丽莎在1个月后出院回家，发现家里没有人，食物也已经放到长区。Juno! Tatlım! Juno! Buradayım. Anne yardım et. Neredeydin? Bizi sen ne yaptın Burada anne? ineceğim. Kurtar bizi. Sana güvenmiştim anne. Ne yaptın sen? 所幸只是一场梦，丽莎实在放心不下家里人，总感觉红姐又会出来搞事情。思前想后，她还是决定回去看一眼，于是便趁护工不注意偷溜了出去。护工发现后通知了老马，不过接电话的是红姐。随后红姐告诉老马，你老婆逃跑了。老马问她是不是又想伤害丽莎，红姐说当然不会，孩子们已经很讨厌我了，如果我亲自动手，孩子只会更讨厌我，所以最好是你来动手。 Beni çocuklarımın annesini öldürmeye zorlayamazsın. Öyle mi? 红姐说，也许你没有留意到，我是不会伤害小孩子的，但我可以伤害你，真到了紧要关头，我可以灭了你。不多时，丽莎偷溜回到家中，红姐将监控展示给孩子们看，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着父母互相残杀。只见老马提着铁锹悄悄跟了上去，本以为影片至此会上演夫妻协力对抗机器人的戏码，却不曾想这家伙还真的砍了上去，而且一点也不带犹豫。丽莎逃走，他还将他给拽回来，摁在地上死死地掐住脖子。丽莎掐住他受伤的手指，然后趁机挣脱逃了出去。他躲到房间的衣柜里边，没一会老马就跟了上来，嘴里还不停说着对不起，我都是为了保护2个孩子，如果我不攻击你，红姐就会伤害我们的孩子，你配合我演一场打戏给红姐看就好了。此时丽莎无意间发现了衣柜背后有个暗格，眼看老马就要找到自己，她索性钻进了暗格后的小黑屋，里面布满了蜘蛛网，显然是很久没人来过这里，而这就是关着红姐小女儿的房间。眼看小黑屋被发现，红姐直接冲了出来，老马看到她吓到连连后退，嘴里还说着我不知道她在哪，不过红姐也没有理她，直接朝着小黑屋冲了过去。 Burada ne yapıyorsun? 丽莎无路可退，只好往右边逃跑。掀开帘子，却发现了一具干尸。刚才还滔滔不绝的红姐突然不说话了，看着架子上的合照，丽莎问红姐：“你是不是也有一个女儿？”影片至此终于给出了真相。在车祸发生的前1个小时，红姐将霍斯特几人关在了玻璃房里。红姐质问他们为什么疏远自己。 Sen annemin sesiyle konuşan bir görüntüsün. Hayır bu doğru değil. Bebeğini merdivenlerden ittin. Annem asla böyle bir şey yapmaz. 霍斯特说：“虽然我知道你是谁，但你始终是机器人，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此刻红姐也意识到，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回到从前那样。经过一轮谈判，她决定放过这几个人，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得带上小女儿走，因为她一个机器人无法抚养孩子长大。霍斯特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却在红姐回去带小女儿下来时，趁机带着几人逃离了别墅。而当时皮特嘴里说的不能放下的他，其实是他那素未谋面的妹妹。回首红姐的前世，她确实过得很惨，也难怪现在的性格变得这么极端。 Ama bunu başaramadım. Bu bir daha olmayacak. Oğlunun dediğini düşün. Bu sen değilsin. Sen ruhsuz bir makine değilsin. Sen bunca yıldır iyi bir annesin. Sen canavar değilsin. Cano ile Fin'i düşün. 万万没想到，故事最后靠的是丽莎的嘴遁。也许是因为只有当母亲的她才能共情红姐吧。红姐似乎被丽莎说动了，系统出现了些许错乱。她看到小女儿蜷缩在角落，不停地摇头，似乎在喊她不要再错下去。红姐这才放下了剪刀。丽莎连忙起身离开。 Çocuklarına asla zarar veremem. Bunu David'e de söyledim. 丽莎这才知道，原来红姐从未用孩子的安危来要挟老马，那家伙纯的就是为了自己保命。在3母子相拥而泣的时候，老马还在担心红姐会不会追上来，还问丽莎是不是搞定红姐了。小黑问他为什么要打妈妈，老马还在狡辩说我别无选择，这都是为了保护你和妹妹。 Yemin ederim sen... Ben asla yapamazdım. Yeter. 此时小黑闻到一股异味，转身看去，发现红姐释放了天然气。见状，一家人快速的往外逃，而红姐则留在房子里，永远守在了小女儿的身边。这一刻，她终于得到了解脱。没想到影片到这就结局了，我还想看看老马后面怎么样呢，真是便宜了这个窝囊废。